2024年的年底發生了這個韓國戒嚴的事件。對，然後我就想說 Keum 是什麼東西？是我知道的那個戒嚴嗎？歡迎來到海有 day，我是台灣妞，我是喜娜。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又是一個歷史事件，但因為這個歷史事件實在是太多人敲碗了。今天要講的這個事件呢，大家應該在新聞上一直看到，也就是2024年的年底發生了這個韓國戒嚴的事件。你說8幾個小時的戒嚴？對，沒錯。12月3號晚上10點，韓國總統尹錫悅突然呢發布了一個國民演說，提到說我們國家受到了北方的勢力，也就是所謂的北韓共產勢力滲透，國家現在有危險性，我們要立即的實施戒嚴。根據韓國憲法呢，國會議員如果過半人數都反對戒嚴的話，這個戒嚴令是可以失效的，就不用實施戒嚴。所以當天為什麼新聞媒體瘋狂的報道國會直播現場，就是所有的國會議員當時收到了戒嚴令，趕去國會要去取消這個戒嚴令。對，然後他們一直在報道說現在現場多少人，对，所以现场才會這麼的混亂，就是在算那個人數過半了。沒錯沒錯。尹錫悅總統他發布戒嚴令的時間呢是晚上的10點23分，晚上10點的50分，警方就擋在國會門口要阻止這些相關的議員跟相關的秘書禁止進入國會嘛，雙方就有一些衝突，所以呢有部分的國會議員他們其實是翻牆進入國會的，但中間有一部分的時間警方是側隊的，所以為什麼當時有人在說警方跟軍隊已經到達現場，為什麼那個國會裡面還這麼多國會議員可以投票，是中間有這個 episode， 就是有些人是翻牆進去的，然後有些是中間趁解封的時候趕快進去，然後有些是10點23分一發布，他們可能還沒下班，或者是可能就在附近，所以就直接衝到國會裡面了。那時候真的蠻多人都在，大家就在想說是不是其實那些軍人也不想要戒嚴，在偷放水。當時呢尹錫悅總統發布了這個訊息之後呢，最大的在野黨的領導人也就是這個李在明主席呢，他就說這個是非常錯誤的舉動，他當時其實是直接直播呼籲所有的國會議員現在全部到國會集合反對戒嚴令。當時現場的新聞直播畫面可以看到，除了政治人物國會議員們他們趕到現場之外，現場還有很多記者，也有很多反對的人民，因為大家就覺得這實在太荒謬，現在2024年怎麼會有戒嚴這個東西呢？當時非常多的民眾是直接前往國會，算是有點遊行啦，他們當時的口號就是我們不要戒嚴，我們要打倒獨裁政权。那时候我正好在直播。南韓總統剛剛宣布戒嚴，你認真？你認真？他真的宣布戒嚴，認真？為什麼？我等下去查，為什麼？我那時候其實已經準備要睡覺了，躺在床上之後，我就看到那個新聞跑出來頭條說現在總統發布戒嚴令。你是不是覺得你韓文不夠好？戒嚴是，我叫 Keum， 对，然後我就想說 Keum 是什麼東西？是我知道的那個戒嚴嗎？然後我就打開了我家的房門，我就看到我老公拿着手機站在那邊，你看到這個了嗎？他就說哦。戒嚴，我有沒有看錯？對呀，每個人都懷疑自己的耳朵跟眼睛。我想說，戒嚴不是這個單字出現在歷史課本裡面嗎？如果說韓國是一直很動盪的狀態，突然發布的話，就不會那麼驚訝。那就是在什麼狀況都沒有出戒嚴，那時候真的是一頭霧水。所謂的戒嚴到底什麼？11點25分的時候呢，戒嚴司令部呢，他們就發布了這個公告，講說什麼禁止集會啊，禁止地方議會政黨活動，要求媒體跟出版物必須接受戒嚴司令部的管制啊。禁止集會運動，然後要求罷工中的醫護人員全部要回歸崗位等等的。所以居然有戒嚴司令部。對，而且有一個最重要的一點呢，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可以逮捕任何違反戒嚴令的人。為什麼以前我們歷史課本學到戒嚴發布之後會有這麼多相關人士會被抓，直接抓到審判啊等等的，甚至呢新聞畫面有看到武裝軍隊就整個出動要聚集到國會，甚至呢11點50分的時候呢，就有直升機降落到國會的屋頂，載了所有的武裝軍隊來到了這個國会的現場。大家看到新聞 live 畫面的時候，你們應該覺得很荒謬吧？我們嚇傻，我真的是武裝的人，我們見證歷史。我真的是見證歷史，我本人還在韓國。我那時候做的事情就是一直笑韓國朋友，我說你們戒嚴不好意思，我們民主國家，你們聽說你們戒嚴小遠哥那時候第一個反應是戒嚴，我們沒有辦法回台灣，對啊，因為禁止出國嘛，對啊。
那時候一堆人還在問我說，還可以去韓國玩。所以當時呢，武裝部隊就來到了國會，現場也有国會的工作人员，然後也有警方，也有民众，而且现场的军人是荷枪实弹，对，他们是真的子弹在裡面，非常的可怕，大步枪。对啊，对啊。那些军人他們從那個直升機上面跳下來的時候，他們會不會覺得很荒謬？他們覺得很荒謬。對啊，就說到底在幹嘛？而且我查到的資料呢，他們當初接到的消息是立刻要出動到直升機上，真槍實彈的要去作戰現場了。當時以為北韓要攻過來了哦，他們上了直升機才發現，我們要去國會哦。對，有查到這樣的資訊。12:07呢，戒嚴軍隊呢，他們就打破2樓的國會的窗戶，就要進入國會，接到指令說要禁止國會議員們集會。軍隊進去國會之後呢，現場的工作人員，現場在裡面的議員們，有點像是用人牆要去跟這些軍隊反抗就对了。他們就拿了很多椅子啊、桌子啊、沙發，全部要堵在那個門口，因為當時裡面就是要舉行集會，要開始投票。我那時候有在手直播畫面嘛，國會裡面的 live 轉播，我看得好緊張哦，超緊張的，因為他們那個議會程序還是要跑。對，沒錯。跑之前就很怕攻進來。對，沒錯，沒錯。而且要是攻進來，沒有人料到底會不會有人擦槍走火。沒錯，沒錯。而且他們都是真槍實彈的狀況之下，真的是蠻可怕的那個畫面。戒嚴事後呢，國防部有承認說呢，他們在當天12月3號的11:48到凌晨的1點18分左右期間，他們總共出動了24架直升機，並且呢送了230名實際的武裝軍隊兵到了國會的現場。執行任務的707特殊隊伍呢，他們總共有50多人是直接進入到這個國會的，這是後來國防部在受調查的時候他們承認的事實。那我可以偷偷講一個小小的 episode 嗎？你們就當野史聽聽。我不能說我消息來源是誰，但總而言之，有聽到在韓國軍隊裡面服務的人，其實在之前他們就已經有在訓練，全副武裝，然後做演習這樣子。可就像你講，這些軍人一直以為他們是要被外派，對，因為他們覺得韓國國內是很平和的，不會在韓國國內做演練的時候呢，就是要出國支援，他們也是很緊張。當天才知道自己被空投到國會議事堂，他們當下其實是很傻眼的。出任務之前是沒有被講到這件事情的。沒錯。後來國防部不是對於這個就全盤否認嘛，他們都沒有要扛這件事情。聽到的消息是說，其實很早就開始演練了，有開始演練就代表上面一定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對，沒錯。對，可是他們後來在接受審判的時候，就是互相推責，對，都說沒有啊，我們是臨時叫我們去，我們就去了。沒錯。這個戒嚴令最後呢，在晚間的12:38，就是新聞畫面看到國會議員們，他們就開始舉行了投票嘛，總共190名的議員全票通過要求解除戒嚴令。現場的畫面非常的緊張，國會議員的議長一邊要安撫大家的情緒，因為大家就非常的激動，然後一邊又要跑這些程序。新聞在講說，為什麼現在還不趕快投票呢？到底發生什麼事？就是因為有一些程序要跑。現場的時候，那個議長嘛，一直在說要等一個東西過來。那我那時候看 live 的時候，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後來我們才得知，議長的意思是說，如果你不照法律程序，就是你要先有一個什麼動議案，那個東西要先出來，然後再照着那個東西念，不照那個程序去做投票的話，之後很可能會被說整個投票表決是違法的，整件事情就會泡湯。為了避免之後被人家說程序有瑕疵之類的，所以他一定要照程序跑。光跑那個程序大概有花了20到30分鐘，所以最終呢，直到凌晨1點才完成了這個程序，也完成了投票，確定這個戒嚴令是要解除的。1點11分，軍隊們就開始撤離現場，完成了世界上歷史上最短的戒嚴。對，但是其實軍隊在撤場的時候呢，因為民眾的憤怒實在是太高昂了，就有在那邊跟軍隊說：“你們是誰指使的？到底是誰派你們來的？”對，其實大部分軍人脾氣都還蠻好的，其實還蠻和善的，但是就是會有少數，就是也會覺得他們也不情願你們在那邊叫什麼叫。所以軍隊們他們現場口氣其實是說：“不好意思，你們可以讓個路嗎？我們要撤隊了。”
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了。我的外國人都覺得很荒唐了，真的。对，总之呢，他們宣布投票要解除戒嚴令之后，當然總統也接到了消息嘛，4點27分左右呢，他就是發表國民演說，接受國會的要求解除戒嚴令，結束這場6個小時的戒嚴。但是呢，我不會停止譴責讓國家陷入危險的這個行為，譴責在野黨，然後他就潛水了，他就消失了。那這個戒嚴軍的頭到底是誰呢？金顯龍，戒嚴軍的指揮官。金顯龍跟尹錫悅呢，其實是高中同學。Good friend， 好麻吉。2024年的9月6號呢，金顯龍被任命為國防部部長。除了這個金顯龍之外呢，行政安全部長跟國軍防諜司令部長這2位呢，都是尹錫悅的高中同學。你看韓國有多愛用人情做事，韓國很愛啊，真的。接下來呢，要來探討一件事情呢，尹錫悅發布戒嚴令的目的是不是已經計劃很久？戒嚴的前一天呢，國防部的707的特殊部隊，他們就說有接到消息，全部人要待命，並且要取消外地作戰計劃，並且呢，在12月3號就是實施戒嚴的當天下午，部隊說呢，他們有接到指令說，今天呢沒有要外地訓練，改為檢查出動裝備等等。這是後來質詢國防部的時候他們所做的回答。12月3號傍晚呢，當時的國防部長金顯龍他就有召開全軍的會議，主要就是叫大家要加強防備。因為這個事情，有人在推測說呢，是金顯龍叫尹錫悅實施戒嚴的。雖然叫他實施戒嚴的人很蠢，但真的站到大韓民國的全國民面前發表演說，說我們來實行戒嚴的人，真的很幽默。種種的跡象來看呢，這件事情呢，感覺是已經有預謀。軍隊們也被說不要去外地作戰，感覺這個事情應該不是偶發的。再來呢，到底為什麼尹錫悅要實施戒嚴呢？戒嚴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現在有一個比較偏陰謀論的說法，尹錫悅呢，他現在的支持率沒有很高嘛，節節的下降。部分的說法是說呢，尹錫悅他為了要把反對黨的這些勢力鏟除掉，才實施戒嚴。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實施戒嚴的時候呢，沒有逮捕令的狀況之下，可以逮捕任何人。他其實還有做了一份清單，逮捕誰誰誰，裡面呢就有包含呢他的反對党的勢力李在明領導人，還有呢國會議員、議長宇元直等等的，都是反對尹錫悅的勢力。這個清單呢，其實有被送到國防情報院長。有一部分的陰謀論說法是說，為了要逮捕這些勢力，所以才會實施了戒嚴令。我不知道說些什麼。最新的狀況就是國家判定他是內亂罪，所以要逮捕他嘛。這中間也是蠻多故事的，例如他抗拒逮捕，他躲在家裡喝酒吃飯不出來，然後派了很多警力逮捕的檢察官們，雙方對諜等等的巴拉巴拉之類的非常多的消息，現在都在 ING 當中。对，那我現在就是整理到當天戒嚴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什麼樣的細節，跟新聞媒體是怎麼樣報道它的，這樣整理了一個時間序給大家。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這個社會事件。我覺得最好笑的是，我那時候看韓國所有政論節目，主持人都會問那些上節目的那個政治評論家，問他說：“請問你覺得尹錫悅他到底是抱持什麼樣的心情，或者是他是為了什麼樣的目的去做這個戒嚴的呢？”然後每個政治評論家就叫可能就是他瘋了吧。然後他們都說重新哪剛能夠就對，大家都這樣。瘋了有很多種說法，一種就是講說瘋了嘛，一種就是講說他的精神出去了。然後我就會覺得天哪，他們直接在一個政論節目上面說他就是瘋了，這個跟我們一樣，到底有多蠢會做這件事情？所有的政治評論家都很無語。後面民間們就是在說要罷免總統，這也是一個很漫長的路。对对对，其實也有一個說法是說，為什麼當初朴槿惠總統罷免很快就生效了，然後很快選新的總統，但是為什麼尹錫悅到現在罷免這件事情一直沒有辦法成立？有一個說法說，尹錫悅他之前是檢察官出身，他握有很多情報所以還是有一點勢力跟背景在，不是這麼輕易的。如果你們罷免我，我就把你這個流出去。這樣的社會事件真是牽扯太多了政治面的東西，所以我一直覺得很難跟大家很完善的講出來。跟台灣有點像啦，看我們的資料出處是由哪一個黨派出來，切角會完全不一樣。身為外國人比較不敢做這種評斷給大家，我們就是以大眾媒體上面播報的新聞內容給大家參考。那如果跟大家所知道有一點出入的話，大家可以在留言補充給我們大家，如果有錯誤的話也請大家多多包涵咯。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為大家所準備的社會議題單元。那如果喜歡我們分享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Hi Day 開啟小鈴鐺。我是台灣妞，我是喜娜，拜拜拜。我就跟瑞希還有橘子他們聊天，
我說最近韓國有什麼特別大案子嗎？他說最近最精彩就是我們總統尹錫悅啊，對啊，他很精彩耶，韓國드라마耶，因為我覺得實在太蠢了。